魏婴打趣道：哎，那还真荣幸啊，蓝湛你唯一一次参加活动还是我邀请的。蓝湛没答话，心道是因为是你邀请的，才参加的唯一一次活动。魏婴陡然间想起什么似的，眼睛一亮道：说起来那次还要谢谢你啊，竟然先去付了全款。那天他们坑我让我买单来着，当时我身上的钱还真不够来着。无事，不必道谢。蓝湛道。他突然很抗拒魏婴对他道谢。第一次，他在办公室帮魏婴抄完了校规，魏婴一边笑着道谢谢你啊，蓝湛一边冲回了班。那个午休于他无言轻重，却是一片轻轻落在蓝湛心头，拨起一阵涟漪，被午后阳光渲染成暖色的羽毛。第二次，魏婴一边递给他2个兔子馒头，一边道是我要谢谢你啊。之后没过几周，他就失去了周日和魏婴见面的机会。第三次，蓝湛帮他付了账，魏婴时隔多年地对他道谢，那次之后就是2人的分别7年。好像魏婴每一次的道谢都伴随着一段离别。他不想听见魏婴对他道谢，魏婴也不需要对他道谢。魏婴只当蓝湛是客气，哈哈了2声，又问道：不过你怎么提前走了呀？蓝湛微微一滞，道：有些事，便先离开了。蓝湛想起来促使他下定决心7年不见魏婴的引子。被强吻的对象正毫不知情地坐在对面，蓝湛不禁心情有些复杂，沉默起来。魏婴旋即也想起那次 KTV 促使他根本没有办法继续大冒险而被坑的原因，面前又坐着的是他最近才意识到的暗恋对象本尊，一时也很有些尴尬，没有说话。诡异的寂静之后，2人同时开口：对了，蓝湛，你怎么？2个人都没料到对方也选择在这个时候打破沉默，又颇尴尬的同时开始推辞。你先说，你先说，你先说吧，还是你先说吧。没事没事。蓝湛沉默片刻，便开口道：你怎么知道是我？魏婴其实也差不多猜到他要问的是这个，笑嘻嘻地道：机缘巧合，机缘巧合，我一开始也是真没想到这要巧啊。韩光君，那声韩光君叫得颇有些戏谑。蓝湛却心中又开始一番思度，这个机缘巧合是什么时候？是魏婴开始戳韩光君之前，还是魏婴在微博上直言我喜欢韩光君那样的时候，还是魏婴的态度突然又开始忽远忽近的时候？蓝湛周身的气压以可见的程度低了下来。魏婴接下来的话适时地打破了蓝湛的疑虑，他撑着脸，用勺子搅了搅自己的那杯咖啡，道：最巧的是，正好是你说见面那天我才知道的。说到这，魏婴将视线从眼前的咖啡移到蓝湛脸上，笑了笑，眼睛亮亮的，又很柔软。然后我就来了。蓝湛心猛地一跳，沉默了半晌，蓝湛道：你之前打算说的是什么？魏婴刚才那句话里似乎有些不明的意味，蓝湛却不敢深究。魏婴惯是个会撩拨的人，这样的话他许是信手拈来，蓝湛也不知该不该信。魏婴漫不经心道：我刚才想说什么？哦，对了，蓝湛，你什么时候认出我的？虽然看起来还是颇不在意的模样，魏婴其实心里特别紧张。他刚才那句话暗示的意味够明显了吧？蓝湛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？该不会真的是他自作多情了吧？蓝湛将眼神转到咖啡杯的杯把上，一副要将他看出个花来的模样。他缓缓道：除夕那天晚上你发的照片。这回轮到魏婴心猛地一跳了。没记错的话，韩光君的态度有微妙的转变，正是在除夕之后。如果魏婴像无限一样有尾巴的话，现在估计就开心的圈起来了。而无限的尾巴确实是开心的圈起来了。这只白色的大猫猫，它身上的毛好软好白好长哦。忘记态度稍稍放软一点后，无限就得寸进尺地凑了上去，此时正沉迷蹭蹭不可自拔。忘机看了看蹭在自己前胸不肯挪动的小小的黑团子，有点茫然，然后默许了无限的行为，有点可爱。忘机犹豫着，低头舔了舔无限毛茸茸的脑袋上的毛。魏婴当机立断的拍照上传，顾慈慈每天都在爆炸评论了您，啊呀呀呀啊呀呀呀，老祖今天去见的竟然是韩光君，高举韩光 X10大旗，池面千桑评论了您，忘机无限都好可爱呀。我尖叫，猫咪世界财富，财富，高高高高，只能咸鱼了，很绝望评论了您，我该到了什么？天呐，忘机这种正经猫，
给线线舔毛，这肯定是真爱了吧？曲泱泱泱泱评论了您，忘机真是只苏猫啊，忘机娶我 NTM， 雌生生生生慢评论了您，忘机 X 无限，忘线，好吃。金梨评论了您，窝外线线真是宇宙第一可爱。青叶叶叶耶，这次不是月更评论了您，舔毛，四舍五入一下就是猫骗了呀。开车不，我发现了不得了的 JQ 评论了您，我是谁？我在呢。今天中午吃猫发的狗粮。阿义沉迷叶黄不是产出评论了您，两对 CP 都发了糖，拯救了哭死在实验报告里的我。魏婴抱着手机就开始狂笑，蓝湛人形冷漠，看了他一眼，魏婴这才意识到不是在自己家里，边憋笑边说：“韩光君见笑见笑，但是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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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。”蓝湛沉默地看魏婴，哈哈哈哈哈的继续道：“他们都说猫猫只会舔喜欢的猫，那忘机看来很喜欢你家线线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挺好的。”蓝湛看着笑到停不下来的魏婴，突然觉得这样失礼的举动也没什么，如果是魏婴的话，还是很可爱。于是他颔首应道：“挺好的。”笑趴的魏婴抬头看他一眼，还带着刚才的笑意道：“妈呀，你怕不是个假蓝湛吧？”蓝湛眼尾似乎也染上一点稍纵即逝的笑意，他道：“真的。”魏婴本来饶有兴趣的在看两只猫的互动，陡然想起什么似的，一拍脑袋道：“瞧我这记性！”只见他从紫色莲花纹猫包旁边的隔层里翻出几本什么，还掏出支笔。他把其中2本书和笔往对面一推，笑嘻嘻道：“韩光君，我是你的小粉丝，给我签个名呗。”蓝湛条件反射的便接过书来，闻言微微一怔，不答话。那2本书，一本是韩光君的个人画集，另一本是夷陵老祖的小说本，自然是韩光君画封面的那本。也是因为这次合作，2个人才加了对方的 QQ， 虽然没说过话。蓝湛不言，毫不含糊的便在画集上签了韩光君3个字，签完一个却停下了，把笔和魏婴的小说本一起推了回来。魏婴觉得有点尴尬，还有点失落。还没等他打个哈哈把这事儿接过去，就听见蓝湛低沉又极有磁性的声音响起：“仰慕夷陵老祖已久，请老祖签个名。”魏婴先是一愣，然后不禁笑出声来。他边笑边道：“蓝湛呐，蓝湛，想不到7年不见，你也能有幽默感这玩意儿。”蓝湛抿了抿唇，不答。7年是可以改变很多东西的，比如他也会开玩笑了，又比如这次他不打算放开魏婴的手。等魏婴好歹笑完了，从旁又抽出一本书，赫然也是那本小说。他笑道：“还好我够厚颜无耻，带了2本。”他提笔在扉页签下“龙飞凤舞的夷陵老祖”4个字，把笔递给蓝湛，又把2本小说都推过去，挑眉道：“现在能再签个名了吗？”韩光君。